从去年开始，菲律宾就利用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频频挑起风波，搅乱南海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对中方与菲律宾马克思政府之间达成的旨在缓和紧张局势的仁爱礁运补新模式，连日来菲多名高官矢口否认。近日，非主流媒体《马尼拉时报》公布了中菲官员间的电话录音，狠狠打脸马克思政府之后，菲律宾国安顾问阿诺恼羞成怒，扬言要驱逐所谓散布虚假信息的中国外交官。中国外交部直言，菲方在事实和证据面前心虚了，已经到了气急败坏、毫无底线的地步。菲方的有关表态，恰恰证明了他们在事实和证据面前心虚了，已经到了气急败坏、毫无底线的地步。林健此番回应是针对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的不当言论。据菲律宾拉普勒新闻网站10号报道，阿诺当天向非外交部喊话，称发布中菲官员对话录音的中国大使馆人员违反菲律宾法律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应被立即驱逐出境。可笑的是，非国安顾问口中的虚假消息由彭博社非主流媒体《马尼拉时报》对外公布。根据这篇题为《基于通话录音，非西部军区司令同意中国提出新模式》的报道，通话的双方分别为一名中国外交官与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卡洛斯海军中将。报道中附上的通话记录脚本显示，中菲通过商谈确实达成了仁爱礁坐滩菲律宾船只的运补新模式协议。协议涵盖4点内容，包括菲律宾方面确认将会提前2天对仁爱礁任何补给任务通知中方，承诺只向这艘船只运送食品、水或其他人道主义物资。此外，双方在执行相关任务时采取1+1模式，即各派一艘海警船和一艘民用船，并在执行补给任务的过程中保持密切沟通。深圳卫视注意到，通话记录脚本中除了中方陈述上述协议内容外，还包括一段中非双方官员就具体内容反复确认的对话。卡洛斯3次表示我确认协议内容，并明确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国安顾问阿诺和总参谋长布劳纳将军等菲方指挥链所有关键人物都同意该协议。而如今，非高官突然反水，甚至污蔑录音文字记录可以轻易伪造，录音也可以通过深度伪造来合成。非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则心虚狡辩，即使中方说法属实，录音也违反了菲律宾的反窃听法。有分析指，所谓违反反窃听法，不过是菲方混淆概念，倒打一耙。在中国，各级部门的对外交往必须遵守严格的规范，对外交涉的细节必然会严格如实记录，并保留相关证据，包括文本或者录音。这与菲律宾所说的窃听完全是两码事。那菲律宾官方予以否认呢？我觉得可能主要原因有2点。第一个就是菲律宾国内在各个部门之间沟通不畅或者存在分歧，但是不愿意承认。那第2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就是菲律宾还是想维持或者塑造自己一种被大国欺负的这么一种弱小无辜的形象，来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至于录音中负责与中方交涉的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卡洛斯，则在本周2开始隐身，官方宣称其因个人原因休假。菲律宾资深媒体人黄栋新告诉深圳卫视记者，非国内民众对主事官员此时休假深感疑惑，根本是此地无银300两。很多网民认为，如果政府真的没有这回事，为什么政府要这样表态呢？人民基于西部指挥官卡洛斯中将在这个时候以请假为由不在岗位上，那这也从另外一方面反映的说，的确确有其事嘛。那现在政府官员一再否认，无非是有点此地无银300两。由于君子协定达成于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期间，非国内政治纷争则为县政府钻空子提供借口。中国外交部近期通过多种形式阐述，君子协定限制菲律宾军队、海警和其他官方飞机和船只进入黄岩岛12海里内，但是允许菲律宾渔民自由捕捞。在去年马克思政府单方面毁约之前，中菲双方一直遵守这一协定。去年2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开始搞所谓曝光计划，组织一大帮本国和欧美国家的媒体到仁爱礁附近拍摄，给中方依法进行的海上维权行动泼脏水。
此后，菲律宾频频挑战君子协定，几乎每一次补给都要搞点事情。今年3月5号，菲律宾更是故意派出2艘海警船、2艘运补船擅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向其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物资。中国海警严格依法管控。期间，菲海警4407号船无视中方一再警告，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导致轻微刮蹭。分析指，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上台后，在南海频频挑衅中方，这些烂招的背后都是美国在撑腰。就在上个月，马克思与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首次在华盛顿举行3边会谈，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直接提及中国，对中方在南海等地区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表示所谓关切。此后，美菲强化军事勾连，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双边军演，并在军演中特别设定模拟夺回被敌对势力占领的岛屿等场景。此外，美国宣布将能够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导弹的美国陆军新型陆基导弹发射系统部署到菲律宾北部，这是该系统首次出现在印太地区。对于菲方一系列危险试探，香港南华早报引述马来西亚学者文章警告，与美国走太近，菲律宾或成牺牲品。文章说，东盟必须让南海水域平静，否则将面临成为亚洲乌克兰的风险。美国的这一系列举措呢，是加剧了菲律宾的这个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个冒险心态和投机心理的。美国它的背后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说，要利用菲律宾作为一个代理人，来帮助美国插手这个南海问题，并且来达到遏制中国挑拨中国与地区国家关系的这么一个目的。近来，拜登政府大肆打压抹黑中国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业。多家美媒爆出，拜登政府计划下周2将把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到100%。美商务部长雷蒙多日前还扬言，美国有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禁止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呼吁美方不要错上加错。美分析师、行业工会等警告，华盛顿挑起的这场权力的游戏，不仅将反伤美国经济，还可能招致中国反击。随着拜登政府结束对特朗普时期对华关税审查，近来不少美媒放风称，正在争取连任的拜登有意对清洁能源等关键战略部分加征关税。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拜登预计在14号宣布把对中国电动汽车关税税率提高至现有水平的4倍，从25%升至约100%，同时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汽车额外征收2.5%的关税。此外，关税还将打击其他行业，包括光伏产品和关键矿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0号在回应有关问题时表示，美国上届政府对华加征301关税，严重干扰了中美正常的经贸往来，已被世贸组织裁定违反世贸规则。美方不但不纠正错误做法，反而继续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滥用所谓的301关税复审程序，要进一步增加关税，这是错上加错。我们敦促美方切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取消全部对华加征的关税，更不得增加关税。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彭博社10号的报道称，尽管具体细节尚不清楚，但除对一些关键行业征收新关税外，拜登政府预计也将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现有对华关税。报道认为，相关公报发布时间可能会被推迟，但这仍是拜登在对华经济竞赛中做出的最大举措之一。《华尔街日报》称，目前征收的25%关税，实际上已经将这些比西方制造的汽车更便宜的车型挡在了美国市场之外。但拜登政府官员和一些国会议员担心，考虑到中国制造业的规模，这还远远不够。一方面，拜登希望我对中国的部分产品额外再加征关税，可以为我赢得选票，尤其是电动汽车，比如说像密西根州这些摇摆州的这个选票，他是非常看重的。还有一个呢，这样美国民众会认为拜登政府对华不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非常软弱。美国官员们近期聚焦对中国电动汽车领域进行打压，美国商务部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商务部长雷蒙多当地时间8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声称，美国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即禁止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路透社称，尽管美国进口的中国产轻型汽车数量并不多，拜登仍多次表示，他将采取行动防止中国汽车大量进口。同日，雷蒙多还在美国众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声称，对中国的联网汽车感到担忧，理由则是老调重弹的数据安全。
We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deny China our most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We try to have a robust program. I'm very proud to say that in my tenure, we've put more Chinese companies on the entity list, and we're just constantly, I wake up every single day figuring out how we might tighten our controls to make sure that China cannot get access to our most sophisticated chips, AI, quantum, etc. 雷蒙多此前接受采访时就极力渲染中国威胁，对中国汽车发表惊人言论。他声称，如今的汽车如同装了轮子的苹果手机，可以搜集大量信息。假如美国路上有300万辆中国车，北京方面能让他们同时熄火。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有关言论不仅是虚假叙事，也是把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的典型表现。按这个逻辑，中国是不是更应该担心华盛顿能让中国用户的上亿部苹果手机把信息传输到美国，甚至同时黑屏？相较于美国对中国电动车不断设置人为障碍，中国对美国电动车一直保持开放态度。4月29号，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结束了他的又一次访华之旅。有外媒报道称，他此行目的之一是为推动特斯拉旗下的完全自动驾驶系统在华落地。在马斯克抵达中国的当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宣布，包括特斯拉在内的6家企业的汽车符合数据安全4项合规要求。对此，外媒普遍认为，这为完全自动驾驶系统进入中国市场扫清了一大障碍。马斯克日前在多次公开访谈中承认，中国的电动汽车是特斯拉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他们生产很棒的汽车，而且他们非常努力。美国外交学者网站5月2号刊发题为《特斯拉中国突破的地缘政治学》的文章认为，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崛起是慎重务实政策的结果。中国的巨大市场规模和广泛生产能力成为其竞争优势的基础支柱。利用这些资产，特斯拉崛起为全球最主要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之一。文章还强调，也许是时候承认发达国家在电动汽车市场面临的挑战并非中国产能过剩，而是他们本国产业对于电动汽车转型反应迟缓。这种迟缓已经导致低效发展和竞争力缺失。产业链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所以美国的这些车企不希望我需要去付这个成本。那即便由政府全部承担，我可能也会有一些供应链的风险。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在我的产业链的上下游，我可以采购到物美价廉的电池也好，或者说关键矿物也好，对我来说是最安全、最可靠的。一段时间以来，在美西方一些政客媒体的彼此呼应配合下，产能过剩论成为美西方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新一轮质疑话术。美国公共媒体经济电台节目9号更新了与美财长耶伦的对话内容，谈及耶伦4月初访华以来频频炒作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等领域存在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主持人凯雷斯达尔直接抛出疑问：有没有可能我们只是在这些领域被中国打败了？在听到耶伦给出中国企业获得了政府大量补贴，导致竞争环境不公平这样空泛的回答后，雷斯达尔明显不认同，他继续追问。Subsidizing more than we are with our investments in the CHIPS Act and the infrastructure law and all that? Yes, I think we're pouring billions. You are pouring billions in. 对此，耶伦找补称，中国提供补贴就是令人担忧的不公平竞争，而美国这么做就成了至关重要的投资。Well, we have targeted a few industries, particularly clean energy, electric vehicles, batteries, renewables. What we don't want to see is massive Chinese subsidies to firms with huge overcapacity that will just drive our firms out of business. 在美国打压中国电动车发展的同时，欧盟的态度格外值得关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8号表示，欧盟需要对中国电动车采取措施，以保护欧洲自己的产业。去年9月，欧盟委员会启动了一项针对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市场预期欧盟的调查将在今年11月结束，但在此之前可能会开征临时关税。面对冯德莱恩的连番表态，德国交通部长沃尔克维辛8号表示，我们不想封锁市场，我们想竞争。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大众的高管也在同一天做出回应，强调冯德莱恩的政策不仅可能会对欧洲汽车制造商造成伤害，同时也会威胁欧盟自己的绿色发展技术。欧盟目前对电动汽车征收10%的关税。德国商报就称，加征关税可能会使消费者为每辆车多支出1万欧元。当然，中国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是不是存在所谓的补贴行为，包括说欧盟自己
像德国、法国，他们对于电动汽车都有系列的补贴政策。我们还会进行一系列的这种申诉也好，或者说去辩论也好。但是目前来看，欧盟对于中国的电动汽车要额外加税，好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高票通过决议，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为何说巴勒斯坦入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番决议又将对巴以冲突产生哪些影响？来看看报道。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10号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巴勒斯坦国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并建议安全理事会重新积极审议此事。The voting has been completed. Please lock the machine. 142. Draft Resolution A/ES10/L30/Rev1 is adopted. 决议通过后，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多国代表排队祝贺巴勒斯坦代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发表声明，感谢在会议投票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称这是对真相和正义的支持。在联大进行投票前的发言中，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办苏尔几度哽咽，呼吁各国投下赞成票。I have stood hundreds of times before at this podium, but never for a more significant vote than the one about to take place, a historic one. A yes vote is a vote for Palestinian existence. It is not against any state, but it is against the attempts to deprive us of our state. 以色列外长卡茨则发表声明称，这一决定凸显了联合国针对以色列的结构性偏见。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吉拉德·埃丹还声称，联合国正在破坏联合国宪章。现场还发生戏剧性的一幕，吉拉德·埃丹举起准备好的便携式电动碎纸机，现场粉碎了联合国宪章小册子的封面。You are shredding the UN Charter with your own hands. Yes, that's what you're doing, shredding the UN Charter. Shame on you.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就回应表示，他在联合国很长时间了，看了太多。他还从衣服里掏出一本新的联合国宪章，称还有很多本。There's many charters. There's one right here. The charter is intact. Its ideals are intact. The founding document of this organization. As long as this organization exists, the charter exists. 此次呢，我们看到联大呢以压倒性的这个多数投票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可以说是对于巴勒斯坦支持的这个实质性的支持。一方面呢，就是让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到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独立建国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所以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独立建国问题更加关注。二呢，是此次压倒性的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之后，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将重新审议该议题。巴勒斯坦目前为联合国观察员国，这意味着巴勒斯坦虽然可以参与联合国事务，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却没有投票权。此前，由于美国的多次否决，巴勒斯坦入联申请一直未获通过。此次联大表决通过决议，是给巴勒斯坦入联又争取到了一次机会，最终结果还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来决定。欢迎回来。在新中国民航成立75周年之际，国产大飞机 C919首次商业飞行也将迎来1周年。5月10号，多位港澳媒体代表及大学生受邀参加 C919国产大飞机主题活动，了解国产自主研制背后的故事，并沉浸式体验大飞机的乘坐感受。来看看深圳卫视特派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港澳媒体代表和港澳籍大学生一行人到达上海，开启了对 C919客机的了解之旅。我注意到他们对 C919的乘坐体验感展现出了较大的兴趣，而 C919的飞行安全、产能爬坡、走出国门是采访团普遍关注的话题。
在中国民用航空上海航空适航器审定中心，代表团首先深入探究了 C919国产大飞机的安全运行保障。据了解，适航审定专业团队的58位审查代表模拟高寒、高原、自然结冰、鸟撞、电磁干扰、溅水等多个复杂场景，对 C919进行合格审查，最终完成了495项适航条款，确保 C919客机在设计、制造、试飞都符合安全性。自2023年5月投入商业飞行以来， C919的订购不断加速。目前，中国东航、中国国航、南方航空3大航司已分别订购100架 C919飞机。据了解， C919在手订单数量已经超过1200架，因此不少港澳媒体关注庞大订单量对交付速度是否存在考验。因为现在919已经收到了3大航的几百架的订单，那后续产能如何扩展、如何交付，这个可能是港媒比较关心的问题。另外可能就是拓展海外市场。300架订单以后呢，我们可能会更关注于这个如何提高生产。这块呢，我们也做好了这个相关的准备，我相信可以如期交付。深圳卫视注意到，在 C919超过1200架的订单中，不乏来自全球领先飞机租赁公司 AirCap 和文莱奇迹航空等的海外订单。值得注意的是，今年2月 ，C919在新加坡航展完成国际首秀，在国际市场上 ，C919颇为亮眼。民航上海审定中心主任顾鑫透露 ，C919有望明年获取欧盟航空安全局颁发的适航认证。按照双边的要求，按照各个民航主权国或者欧盟的这个程序，我们来完成我们的那个叫所有递交的资料和来表明我们所有做的实验和我们所有做的那个飞行的一个实验。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很期待能够在明年能够获得那个证件。去年12月 ，C919首访香港，此次的参访团中就有不少航空迷。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的香港青年陈嘉欣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去年 C919翱翔维港让他印象深刻，通过2次活动，深切感受到祖国民航业的发展成就。作为一名在京港生，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来坐上我们国家首架国产大飞机，然后也让我感受到了，对未来我们国家的创新科技创新科研能力有了更大的信心。